48支队39天104场球，可到最后能把大力神杯举过头顶的就一支。夺冠大热谁都数得出来，法国、西班牙、巴西。可你回想回想，前几届赛前被捧上天的那支，好多连8强都没摸着。预测这玩意儿十有八九要打脸。今天老马给你拉2份名单，头一份5支真能把杯举起来的，从第5名往第1名数；第二份3支没人提，可一发飙就能把整个赛场掀翻的黑马。说到底，这届就一个问题，到了最关键那一脚，那一下谁顶得住，谁腿软。咱挨个唠，先从倒数第5卫冕冠军阿根廷说起。卫冕冠军就是上届的冠军，这回还来，想再拿一次。上届在卡塔尔，阿根廷跟法国踢到点球大战才分出胜负。那场决赛，好多人这辈子没看过那么过瘾的球。最后梅西捧起了杯，队里的主心骨还是梅西，38了，他自己挑明了，这是最后一届。往后世界杯的草皮上，你再也见不着他。光这一条，阿根廷上下就憋着一股劲儿，想给老大送一个圆满的收尾。可别以为就梅西一个人扛，前锋老塔罗，国际米兰的当家中锋，上赛季意大利联赛的最佳射手，中场恩佐、麦卡利斯特个顶个的好手，门将大马丁，上届点球大战封神的那位还在。这套班底，美洲杯还连着2届都拿了啊，状态实打实地硬。这回开门3-0，干净利落，赢了阿尔及利亚。那为啥才排第5？一个坎儿绕不过去。卫冕这事儿太难，从1962年的巴西到现在60多年，没有任何一支队能连着2届夺冠。这就好比你今年考了状元，明年还得再考一个状元。难就难在所有人都盯着你研究你，想把你拉下来。历史不站阿根廷这边。第4，五星巴西。五星啥意思啊？世界杯拿过5次冠军，全世界最多，球衣上绣着5颗星。可最近这一颗还是2022年得的，到今年整整24年。对一个把足球当成命的国家，这24年憋屈的不行。这回他们请来安切洛蒂当主教练，这老爷子是欧洲俱乐部赛场上拿冠军最多的教练，带谁谁横。过去的巴西光顾着往前冲，不要后防，跟个只踩油门没刹车的跑车似的。安切洛蒂一来，先给补上了防守这块。球星看维尼修斯，皇马的当家球星，左路一个人就能搅得对方鸡犬不宁。首战那个进球就是他踢的，队长是后卫马尔基尼奥斯，一门心思想结束这24年的等待。还有件挺戳人的事，大名单把内马尔也叫回来了，34了，膝盖那回大伤养了2年多，这次又赶上小腿不舒服，头一场都没能上。安切洛蒂话说的实在，哪怕他只能踢1分钟，罚1个点球也值得带上，冲的就是这最后一届。可巴西的麻烦藏在脑子里。2014年自家门口办世界杯半决赛1-7输给德国，那个晚上是几代巴西人的噩梦，到现在没散。开局又有点磕巴，首战1-1被摩洛哥逼平，小组里还让苏格兰压了一头。这队天赋满地走，可想夺冠，得先证明自己关键时刻稳得住，手不抖。第3，葡萄牙一个名字 C 罗41了，这是他第6届世界杯，整个足球历史上外场球员踢过6届的就他一个，前无古人。可偏偏世界杯他一次都没拿过，这回是最后的机会，真的最后了。有意思的地方在这儿，这支葡萄牙就算把 C 罗拿掉，阵子也照样硬。中场的布鲁诺·巴黎那个拿了欧冠的维蒂尼亚，跑不死，传得准。后防的鲁本·迪亚斯是顶级中卫。2025年他们刚拿了欧洲国家联赛冠军，半决赛掀翻德国，决赛干掉西班牙，含金量十足。短板就4个字：8强天花板。8强就是全世界打到只剩8支队的那一轮。
葡萄牙这些年老是杀到8强就卡住，年年差一步进前4，跟个回考第5死活挤不进前4的学生似的，脑子不差，能耐也有，可大场面一到，总差那么口气。这套豪华阵容能不能把那层天花板捅破，跟 C 罗的年纪一样紧迫？第二，西班牙现在的欧洲杯冠军，欧洲杯冠军是个啥分量啊？就是整个欧洲所有国家队踢一大圈，最后站在最顶上的那支。前年的欧洲杯，西班牙一路赢到底，预选赛10场全胜，进了36个球，只丢4个。你随便逮个懂球的问一句，现在谁踢的最好看？十有八九张口就是我也西班牙。这队讲究的是传切配合，球在脚下倒来倒去，细的跟绣花一样，把你磨得团团转。领头的是亚马尔，西班牙的天才小将，前年欧洲杯夺冠时才16岁，今年18，已经是全世界最好的球员之一。中场有刚从大伤里缓过来的罗德里，前年的世界足球先生，边上还有脑子比电脑还快的佩德里。可西班牙有个老软肋，没有一个正经的大中锋。你看这套人马，清一色技术型中场和边锋，门前就缺个能一锤定音的壮汉，平时顺风顺水看不出来，一旦碰上摆大巴死守的，就是全队龟缩回去守门，球传到门口，没人往里捅就难受了。这回开门，软肋当场就漏，0-0，愣是没踢开头。一回来世界杯的佛得角，人家一个40岁的老门将，把球一个一个全给扑了，摁着对方半场打，就是打不开，跟围着一个保险柜转圈，撬不动一个样。脚下功夫天下第一，门没破也白搭。头名夺冠的头号热门，法国把这套阵容从门将数到前锋，你是真挑不出毛病。2座世界杯冠军，98年和18年、22年决赛他们都领先了，硬是被阿根廷点球拖回去。那场姆巴佩一个人就进了3个，还是没救回来。头号球星姆巴佩，法国队长快得像脚底踩了风火轮，起速一瞬间就把后卫甩没影。今年27，正是当打之年。这回开门打塞内加尔，他一个人就梅开2度，3-1拿下，顺带着把法国队史的进球记录也给破了。现在他就是法国历史上进球最多的那个人。可法国最吓人的是那条板凳，去年的世界足球先生登贝莱拜仁的奥里斯，还有杜埃、谢尔基一长串年轻天才，全在替补席上排着队。这是啥概念？别的队伤一个主力就得抓瞎，法国伤一个换上来那个照样是世界级。板凳深的跟富豪家的车库似的，开走一辆，后面还停着一排。带队的德尚是个讲究实用的老帅，踢的不见得多花哨，有时候还有点闷，什么都指着姆巴佩一个人。可你别忘了18年，法国就是这么不声不响，稳稳当当一路捧起的杯。博彩公司、专家、内行绕一大圈，最后还是把票投给法国。这也是德尚带队的最后一届，他想善始善终。好，5大热门唠完了，下面这3只才是老马最想跟你叨咕的黑马。啥叫黑马？赛前没人看好，没人提，可一旦撒开了蹄子，专挑大牌掀桌子那种队。头一匹摩洛哥，2方2年，他们干了件大事，第一支杀进世界杯4强的非洲球队阿拉伯球队，一路把西班牙、葡萄牙这些豪门全掀翻了。当年那批人的骨架还在，队长哈基米，巴黎的主力右后卫，去年还跟着球队拿了欧冠，正当红。这回首战他们上来就给了巴西一个下马威，1-1，把5星巴西死死摁住，逼平了。这可是实打实的势头。接下来对苏格兰、对海地，只要稳住，出现就在眼前。这支队真要从小组里杀出来，势头一旦上来，谁抽签抽到他都得犯怵。22年那波4强就是这么一场一场掀出来。第二批土耳其，这支队等了24年才重新踢上世界杯，手里攥着俩好苗子，阿尔达居莱尔，皇马的，还有尤尔迪兹，尤文图斯的。俩年轻人脚下都带魔术，边上还有老队长切尔汉奥卢压阵。就是这回开门栽了个跟头，
0-2输给澳大利亚，先丢了3分，天赋摆在那儿，就看这帮年轻人能不能赶紧缓过劲儿来，把这口气争回来。第3匹厄瓜多尔，这届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支，这队的看家本事是防守。南美预选赛18场，总共就丢了5个球，13场1球没丢，防守整个南美最好，比巴西、比阿根廷还严实。中场的大脑是切尔西的凯塞多，后防的帕乔、因卡皮耶，一个比一个硬。这防守跟焊死的铁桶一样，你想进个球得费老鼻子劲。首战0-1，让科特迪瓦在最后1分钟偷走了3分。可这还是他们近20场头一回输球，磕了一下，那身底子还在，长赛是最熬人，他后劲足。5大热门，3匹黑马，一座大力神杯，法国的板凳，西班牙的脚法，阿根廷的那股劲，葡萄牙的最后一搏，外加随时准备掀桌的黑马。纸面上的东西，老马都给你摆这儿了。可足球最迷人也最气人的地方就在于，他从来不管你怎么预测，该爆冷的照样爆冷，最被看好的常常最先回家。到了最后一脚，谁顶得住压力，谁就笑到最后。这才是足球。那问题来了，这届大力神杯你压谁？评论区把你的答案撂下，赛后咱回来对账，看谁眼毒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马，咱们下一场见。